鸡屁股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们了解鸡屁股吗？对于这个神秘的器官都有哪些特别之处？本期视频大解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咱们上个视频讲了一期鸡，但是鸡屁股没有做过多的介绍。很多粉丝呢也想了解清楚鸡屁股到底有没有毒，究竟能不能吃？本期的抛此一题，咱们呢就好好的了解一下啊。鸡屁股也称鸡臀尖，是尾巴退化的产物，但仍保留了几块尾骨，最后愈合成一块尾中骨。尾中骨的周围长有少量的肌肉和大量的脂肪组织。鸡屁股的脂肪比较特殊，并不是纯油性的，里面还含有一些结缔组织，很有韧性，主要起到固着尾羽的作用。在鸡屁股的背部长有一个凸起的部位，剪开会发现有一对圆形的囊状体，这是鸡的尾脂腺，也是鸟类独有的器官。这些黄色的物质是尾脂腺的分泌物，成分主要由脂类和脂肪族单脂类组成，还有一些醛类、醇类等挥发性和半挥发性化合物。这些分泌物相当于我们用的护发素，可以保护羽毛。鸡和其他的鸟类在梳理羽毛的时候会用喙来挤压尾脂腺，然后分泌物会通过这个小揪揪，也就是尾脂腺的线路头排出体外，并用喙将分泌物涂在羽毛上。由于分泌物具有很强的疏水性，所以具有防水的作用，还有呵护羽毛、防止寄生微生物入侵的作用。同时，分泌物也具有醇类挥发性物质，能够产生气味，是鸡择偶标准的重要信息。谁的味儿大，我就跟谁。好了，那么尾脂腺能不能吃呢？由于腺体内的分泌物本身就有一定的异味，而且线路头很容易堵塞，会使分泌物更加的腥臭。就好比有些人睡觉前总爱挤自己屁股上的闷头，揉搓以后散发的那个味儿。别说你们没挤过没闻过，我是真的不信。所以尾脂腺是不能吃的。大家可能刷过一些科普视频，鸡屁股有个腔上囊的器官不能吃。腔上囊并不长在鸡屁股上，而是长在泄殖腔的背面，呈球形的囊状结构，也称法氏囊，是鸡重要的淋巴和内分泌器官。剖开后，里面有很多的叶状皱壁，在这些皱壁中还有大量的免疫细胞。至于鸡屁股有毒一说，其实并不是鸡屁股有毒，而是腔上囊可能具有毒性风险。因为腔上囊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器官，很容易得鸡传染性腔上囊病。这个病在过去那就是鸡瘟，腔上囊一旦发生了病变，就会产生大量的细菌和病毒。其实细菌和病毒本身不可怕，高温下都很容易灭活，但细菌在繁殖的过程中会产生毒素，很多种的毒素性质是很稳定的，不怕高温。还有一点，腔上囊的位置不太合理，它的顶端有一个开口，开口与泄殖腔的分道是相通的。鸡在拉粑粑的时候，粑粑渣子很容易进入到腔上囊里面，在这些周壁里更容易滋生更多的细菌，产生毒素。你们在啃鸡骨架的时候，是不是把腔上囊当成了一块瘦肉给造了？以后记住啊，别吃了。处理的时候，把泄殖腔、加油腔、腔上囊这一堆一块的都不要了啊。哦，对了，说到加油腔，可能很多人认为鸡是没有加油腔的，不能说没有啊。这是因为加油腔刚发育到初期阶段的时候就停止发育了，形成了一个结节。97%的鸟类都是这种情况，只有3%少数的鸟类，比如雁形目的鸭子和大鹅的加油腔正常发育，而且发育的很逆天呐，呈螺旋状。个别种类的鸭子更为逆天，长度可能超过身体的3倍。好了，那么鸡屁股怎么处理怎么做呢？只有烤啊，其他做法都太油腻。处理的时候用镊子把尾羽的根部拔出来，然后把尾脂腺剪掉，分泌物都挤干净，都处理好了，用奥尔良腌个底味，穿好串就可以开烤了。烤的过程中用剪刀剪个花刀，让多余的油脂尽可能的多烤出去一些。烤到颜色金黄、唧唧冒油的时候，喷1品鲜酱油，撒糖、孜盐、辣椒面，这就 KO 了啊！来吧，开始把味儿。闻起来别说啊，真香！哎我操，屁股又飞了！哎，这样就行了。是，哎呀，好吃啊！一点都不腻口啊！别说啊，真香！这个东西只能是烤，
你什么炖啊、煮啊、炒啊都不行。它里面的那个肥油啊，并不是纯的油，有很多的那个解体组织，所以说你吃起来感觉不是在吃油啊，有点像那个牛胸口的那个感觉，肥而不腻。有一部分也是非常喜欢吃鸡屁股的，可以说是无屁不欢。烤好了是真的好吃呀，香气四溢，满口留香。没吃过鸡屁股的同志们啊，你们可以尝试尝试，真心的不错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就到这儿啊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